我成了恐怖副本的养老院院长。李大妈伸出8只手，我拉着她跳广场舞。王大妈撕开脸皮露出尖牙，我告诉她鸡蛋打折了。瘫痪在床的钱大爷嘶吼道：我一无所有。我握住他的触角说：爷爷，至少您还有病呢。恐怖副本拉人进去，观众付费观看直播。我这一次进入了养老院副本，耳边响起一阵温馨的音乐，我的胸口多了一个工作证。这一次我又成了院长，养老院院长。系统的电子音响起，欢迎来到康泰养老院，我们的目标是尊重老人的权益和尊严，营造舒适和安全的居住环境。这次特地来观看的人不少。养老院副本目前无人生还。为什么？鬼很残暴吗？不仅是鬼的问题，是很容易感染，感染之后系统就不会放你进离开通道。我很喜欢的玩家黑子好像就是折在了这个副本。黑子就是那个会算卦、能预言的那个玩家。老人们正三三两两在楼下闲逛，有的在打牌，有的在唠嗑，还有的在晒太阳。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：任务1，扶王大妈晒太阳。王大妈腿脚不便，作为院长，你要扶着王大妈下楼遛弯。提示：本任务为限制性任务，无法成功完成会导致死亡。我跟着系统指示找到了王大妈的房间，房间内弥漫着一股馊味。王大妈对着我露出和蔼的微笑：囡囡来了呀。王大妈，我愿意称她为全副本最节省的怪。王大妈，一个舍不得一次把玩家吃完的怪。啊，那最后玩家不是臭了吗？ Bingo， 是臭了，没有错。我点点头，也对着王大妈笑道：王大妈，我扶你去楼下散散步吧，今天阳光不错。王大妈颤巍巍地打开自己床铺上方的柜子，屋子里难言的气味更加明显。王大妈朝着柜子里看了半天，从柜子里掏出来了一个馒头。王大妈把馒头递给我，总是麻烦囡囡扶我散步，这个给你吃。馒头上面泛着绿光，仔细一看，馒头上面长着绿色的长毛。王大妈热情地说：囡囡，你吃啊，你吃了才有力气扶我。仿佛看到了走亲戚被投喂的自己。如果忽略馒头上的绿毛的话，不过老人家确实喜欢把吃的藏起来，我奶奶也喜欢把吃的放橱柜里。吃了会飞升，不吃王大妈会让你飞升。我接过馒头，然后拉开了老人的橱柜。橱柜里除了长毛的馒头，还有长满黑点的香蕉以及发霉的咸菜。眼前的食物显然不符合我们养老院的卫生标准。王大妈说：囡囡，你看中了什么都可以拿去吃，大妈吃不了太多东西的。虽然这么说，王大妈还是眼巴巴地看着那个香蕉，显然不想把香蕉给我。我蹙眉问王大妈：你买医保了吗？王大妈摇摇头：没有，花这个钱干什么？我叹了口气道：没买医保，吃坏了肚子可得自己花钱，我不想看你花冤枉钱。我边说边把这些乱七八糟的食物往垃圾桶里面丢。弹幕护体：大妈要变形了。完了，王大妈最讨厌别人浪费了。不过按照院长现在的水平，杀个王大妈这样的怪应该绰绰有余吧。囡囡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么好吃，比馒头好吃多了。王大妈吃着我给的奥利奥巧克力棒，冲我比了个大拇指。什么？王大妈居然没有发飙？怎会如此？难不成是真的不想付医药费？不仅如此，院长还给补上了巧克力饼干、车厘子，还有辣条。王大妈看了一眼辣条，说：这个是什么玩意？看起来好像也很一般，闻起来有点冲。王大妈咬了一口辣条，露出沉醉的表情，味道不错，这个搭馒头肯定好吃。手里的全麦面包不香了，桌子上的减肥餐不香了，手上的代餐棒不香了。第一个副本遇到了一群锅，第二个副本也遇到了孩子。我在游戏大厅买了储物手镯，还买了很多孩子喜欢的零食。没想到这个副本是个老年本。王大妈又吃了一个车厘子，舔了舔嘴唇说：这个味道酸酸甜甜的。王大妈每个食物吃了一口，就小心翼翼地收回了橱里。我对王大妈说：您抓紧吃，吃完我再给您拿。王大妈摆摆手道：年纪大了，胃变小了，扶我下去走走吧。我扶着王大妈下去散步的时候，遇到了推着轮椅上的老大爷散步的护士刘二壮。哈哈哈哈，壮哥的护士装，猛男诱惑了，属于是。系统是有几分恶趣味在身上的。壮哥从护士服里掏出大刀，切开了几条触角，钱大爷才同意下来转转。刘二壮一脸郁闷地推着老大爷。王大妈笑着和老大爷打招呼：钱大爷，你也下来散步啊？今天天气多好啊！钱大爷冷着脸不搭理人。刘二壮说：院长，这个老头脾气可大了。我给刘二壮递了一个巧克力棒，说：老小孩，老小孩，你就把老人当孩子哄一哄。钱大爷从刘二壮手里抢过了巧克力棒，咬了一大块。钱大爷的脸色终于好点了，对我点了点头说：院长，我觉得这玩意比我们发的下午茶好吃多了。王大妈跟着养老院的姐妹们坐在长凳上唠嗑。我趁机去养老院后厨看看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，因为刚刚在院子里看到了老人们手里发的下午茶，卖相确实不怎么样。养老院的后厨没有看到厨师，只不过晚餐已经做好了。厨房里弥漫着一股臭味，厨房的边边角角还有老鼠和蟑螂在爬行，饭菜中间似乎有什么的东西在蠕动。我仔细一看，成团的蛆虫在饭菜里蠕动，好恶心！我晚饭要吐出来了。
这算什么东西？这么糊弄人吗？我一怒之下把饭菜全给丢了。别呀，有总比没有好。老人们没有东西吃，会不会吃人啊？不好说，这个东西如果不丢了，其实也不行。我找遍了厨房，除了腐烂的食材，没看到别的东西。我又在上面的橱柜里面翻了翻，有些干面条和鸡蛋。算了，今天就做鸡蛋面了。我刚做好面，系统提示音响起。晚饭时间到了，请忙碌了一天的院长和老秃人们一起享受养老院的晚餐吧。锅子里的面条凭空消失了。我到了食堂，看到我做的鸡蛋面出现在了食堂窗口。老人们纷纷和蔼地和我打招呼。食堂的光线黑暗，老人们的脸看起来无比相似。他们沉默地排队打饭。一个染着黄色头发的大妈举着2个碗到我面前，兴奋地说：“院长，我替你先打好了，我们一起吃吧。”我从善如流地坐在她对面，低头吸溜起来了面条。在我的头顶，黄发大妈伸出来了第3只手，第3只手停在了半空中，燃突后又放下了。黄发大妈疑惑地说：“院长，你怎么真的吃上了？”哈哈哈哈，你为什么敢吃？我自己做的，我有啥不敢吃？我已经想因为你不吃而动手，但是你居然真的吃了。黄发大妈低头看了看白色的细长面条，用筷子夹起来仔细看了看，然后放进了嘴里。咀嚼了几次之后，黄发大妈开始低头疯狂吃面。吃完面，喝完面汤之后，黄发大妈发出满足的喟叹声。哎，院长，今天晚饭可真好吃啊！黄发大妈的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，她是李大妈。我静静地看着李大妈，心中却有点酸涩。一顿普普通通的鸡蛋面就如此好吃，那平常的饭菜究竟是有多差劲？我问李大妈：“李大妈，您知道附近哪里有菜市场吗？”李大妈回答说：“出门左拐50米就是菜市场，可我好久没去过了。”院长，别想了，你出不去的。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发布新任务：陪老人跳广场舞。吃过晚饭，老人们应该活动一下了，他们会去广场上跳广场舞。提示：本任务为非限制性任务，成功完成将会获得系统奖励。这个任务十分歹毒，何以见得？不就是跳舞吗？不，你不知道，那个广场舞的音乐配上舞步，十分阴间。陪老人跳广场舞吗？对于我这个院长来说，这是分内之事。我跟着李大妈来到院子里的广场上，音乐响起来，带着几丝律动，所有大妈大爷甩动头发开始跳舞。只是这个舞蹈看上去不太像是广场舞，哪有广场舞光甩头不动身子的？而且这个广场上连个灯都没有。刘二壮站在边上旁观。作为一个壮汉，他拒绝陪老人跳广场舞。于是我让他掏出道具照明灯给老人们照明。只不过照明灯的照明范围有限。我从屋子里搬了3把椅子，搭成2层，是兔一刘二壮站上去。刘二壮个子高，又站在椅子上，基本上大灯能够照亮广场。我跟他说：“你举高点。”刘二壮似乎瞪了我一眼，默默抬高了胳膊。刘二壮说：“音乐太难听了。”我拿出耳塞，爬到旁边的凳子上，把刘二壮的耳朵堵上了。哈哈哈，壮哥，一个没有感情、没有听觉的路灯。壮哥，我纵横副本这些年没当过道具，我明明是个杀气，你却让我照明。灯光打在广场上，老人们的动作顿住了，齐齐看向我和刘二壮。我举起道具大喇叭道：“各位大妈大爷们，我带你们跳舞好不好？”各位大爷大妈没有搭理我，依旧卖力地甩动着脑袋。音乐不停，大爷大妈似乎就不会停，就是不知道音乐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刘二壮闭着眼睛直打哈欠，根本不愿意直视这些老人跳舞。果然，单细胞生物能够拯救世界，壮哥应该不会被感染。音乐加老人的舞蹈会感染玩家。那院长一直盯着在看，跳着跳着，有的大妈身上长出了触角，有的大爷脸上长出了鳞片。我的胳膊突然有点痒，我抓了抓自己的右胳膊起了一块水泡。完了，院长被感染了。这个副本恶心就恶心在这一点。院长手心的邪神烙印呢？怎么没了？不知道，这个烙印时有时无的。哈哈哈，院长被感染，邪神大大会不会来抢人啊？脑袋一阵眩晕，我终于看到了广场正中间播放音乐的音响了。我之前一直只听见音乐，却不知道音乐从何而来。我感受到了音乐的律动，我的头自觉地随着音乐扭动，混进了老人的广场舞中。等到接近音响，我一脚踩碎了音响。在我看来，广场舞可不是这么跳的。音乐暂停，老人们的动作也暂停了。离我最近的黄发李大妈伸出8只手，红色的指甲不断伸长。我拉住李大妈的手腕，把李大妈拽出了广场舞的队伍。我对着刘二壮比了一个手势。刘二壮一手举着灯，一手拿出来了道具大喇叭，开始唱《最炫民族风》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，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。大爷大妈们杀气腾腾地向着刘二壮的方向走了过去。刘二壮依旧是一手拿灯，一手拿喇叭，
稳如泰山。我看了看李大妈身上的民族风高腰广场舞裤和脚上的舞蹈鞋，我觉得她一定是个喜欢跳广场舞的阿姨。我对着李大妈喊道：“李大妈，你一看就很有气质，你带着大爷大妈们跳一段吧。”李大妈的老脸一红，胳膊缩了回来，8只胳膊合成了2个胳膊。李大妈对着大爷大妈们拍了拍手：“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，我带你们跳广场舞吧。”大爷大妈们停了下来，看向李大妈的方向。我对着刘二壮指了指李大妈，刘二壮的灯打在了李大妈身上。李大妈随着最炫民族风开始扭动身子，边动边说：“跟我一起来跳吧。”李大妈一看就是富有经验的广场舞领舞，在她的带领下，大爷大妈们终于跳起来了正常的广场舞。恭喜玩家完成任务，任务奖励任意门1个，玩家可以通过任意门往返副本世界的区域，部分区域不可用。提示：该道具为可携带道具，此场副本不用，可以携带到下一个副本。哇，逃生神器，没有任何卵用。你们看院长的胳膊已经被感染了，黑子就是因为被感染，最后系统没有让他进离开的通道。啊，不要啊，我已经成为了院长的脑残粉了。我也拿出道具照明灯给老人们照明，照明灯、大喇叭之类的普通道具在游戏大厅都可以自行购买。我在脑哥的指点下，该买的常备道具和装备都买了。我有些不太舒服，感觉浑身发痒，口渴难耐，胳膊上的水泡破了，长出来了鳞片。跳完舞之后，李大妈走到我面前对我说：“院长，谢谢你。”李大妈伸出第7只手，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指甲抓向我的胳膊。刘二壮掏出大刀，我冲着刘二壮摆了摆手。李大妈的指甲抠破了我的皮肤，把我胳膊上的鳞片抠了下来。我的胳膊上被掀起一块皮，但是身上却不痒了，头脑也清醒了不少。李大妈的第7只手的胳膊上出现了鳞片，我去，还有这种操作！李大妈居然把鳞片挖走了，没用的，感染无处不在，逃不过去的。这个副本。第2天早上，我起了个大早，我要起床给老人们做早饭。我照旧把后厨做的饭菜给倒掉了，后厨已经扒不出食材了。我去食堂里找到一袋大米。刘二壮挖完了院子的野菜回来了，哈哈，第一次见有人用菜刀挖野菜。我是壮哥粉丝，为啥壮哥对这个女玩家言听计从啊？楼上的可以去看看孤儿院副本。我把大米和野菜摆在一起，还是感觉很单薄。老人家需要营养。我叹了口气道：“有点没有营养啊。”下一秒，刘二壮掏出来了几条粗长的章鱼腿。哈哈哈哈，这不是钱大爷的腿吗？之前遛弯砍了几条腿，然后吃晚饭，刘二壮又砍了几条腿。钱大爷的腿是可以无限再生的，哈哈哈，有东西吃了。我看了看新鲜的章鱼腿，突然觉得也行，算是低脂高蛋白吧。我把章鱼腿切碎做了章鱼蔬菜粥，让刘二壮等煮熟了盛出来。我走到院子里，掏出来了任意门。我听李大妈说，出门左拐就有菜市场，可是我今天早晨溜达了一圈，没看到养老院的大门，不知道这个任意门能不能带我去。我打开门，踏进去了。下一秒，我出现在了菜市场。你就这么用了这个道具？你把这个留到下一个副本保命也行啊。第一次见有人在没被鬼追的时候拿任意门跑去买菜。悠悠们，我之前2场都刷了，第一次见这个副本的菜市场。菜市场里人不少，看着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菜市场。我选了个人少的摊位先买菜。买完蔬菜之后，我掏了掏口袋，发现我没有钱。菜摊老板娘脸色一沉，又瞥见了我胸口的工作证。老板娘问我：“你是康泰养老院的？”我点点头道：“我是康泰养老院的院长。”仿佛京剧变脸一般，菜摊老板娘的面部线条突然柔和了起来。她给我多塞了几根胡萝卜，还有大葱大蒜，然后说：“这次不要钱了。”老板娘说：“你帮我跟李娘娘说，有空再过来给我孩子补一补英语。”菜摊老板娘左边的肉铺老板听到康泰养老院几个字，也凑了过来。肉铺老板豪横地拿起挂在铺子上的半只猪塞给我，他说：“你帮我谢谢王大妈的捐款，我家囡囡现在恢复得不错。”王大妈？那个馒头发霉都舍不得扔掉的王大妈吗？我不信，这个抠门老娘们还会捐款吗？你们不看新闻吗？有些老人省吃俭用，但是捐款都是大笔大笔的。我扛着猪肉，连连答应肉铺老板的要求。菜摊老板娘右边的粮油店老板推着小推车过来了，小推车上是一些米面粮油。老板说：“你可以把猪肉还有菜放在上面，不然你一个人扛不动。”接着老板又跟我说：“你让钱大爷有空过来下棋呀。”粮油店老板又悄咪咪地把我拉到一边，他给我塞了一个古钱币，跟我说：“这个给老钱，他下水救了我孙子，现在居然见不到他人了。”我点点头，钱大爷虽然可能没法过来下棋，但是钱币我会带给他的。我满载而归，任意门也从我手中消失了。突然觉得任意门用的也不亏，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对院长存活没什么用。但是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可以吃到正常饭菜了。刘二壮震惊地看着我道：“你去抢劫菜市场了？怎么不带我？”我摇摇头，都是老板们送的，我们院的老人人缘很好。老人们起床早，我回来的时候，老人们已经喝完粥出来遛弯了。
李大妈的黄发特别显眼。李大妈看到我就跑了过来，说：“院长，章鱼粥真好吃。”我跟李大妈说了菜摊老板娘的话，李大妈有些惆怅地点了点头。李大妈说：“有机会，我一定会过去的。”无所事事的老人们盯上了我带回来的菜。一些老人毛遂自荐道：“我们之前在家都是做了几十年菜的，院长，今天交给我们烧菜吧。”其他老人说：“我们可以打下手，洗菜洗肉什么的。”老人们接过了烧菜的重任。我去宿舍楼看望腿脚不好使的王大妈和钱大爷。王大妈正在吃昨晚的剩面条，看到我来，王大妈不好意思地把面条往里面藏。王大妈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本来以为好吃的只有一顿，没想到跟着院长顿顿都好吃。”我笑了，我会确保你们吃得好的。我把肉铺老板的感谢转达给王大妈。王大妈摆摆手，多带点事，我又没什么要花钱的地方，他家闺女我从小看着长大，乖巧得很。我又去了钱大爷的房间。钱大爷看到是我，冷冷地说：“就是你做的章鱼粥吗？”我点点头，道歉道：“不好意思，钱大爷，今早实在是……”我话还没说完，钱大爷下方的被子里伸出来了章鱼触角，冲向我的面门。钱大爷怒吼道：“我是个老废物，我一无所有，我不想被你们侮辱。”我伸手握住了钱大爷的触角，钱大爷，至少您还有病啊！钱大爷更激动了。我咳嗽了一声，开个玩笑，钱大爷，我知道您是救人的英雄。粮油店的老板让我送您的东西。我把古钱币放在章鱼的爪子上，章鱼触角感突觉到金属的触感，缩了回去。钱大爷用手托起了古钱币，对着太阳仔细观摩。钱大爷说：“我是喜欢收藏古钱币，对着古钱币我可以看一天。”一直冷着脸的钱大爷难得露出一个笑脸。正好做菜的老人们送来了饭菜，看到午饭没有章鱼之后，钱大爷更加满意了。吃完午饭之后，我趁机去宿舍打了个盹，然后我就被系统提示音吵醒。确保老人们身体健康是养老院工作的重要一环。养老院合作医院今天派医生来给老人体检，请院长尽快下楼，确保工作顺利进行。心疼院长，昨天晚上都没怎么睡。不是，院长这个在哪儿都能睡的心态我是服气的。恐怖副本不是用来睡觉的，起来浪啊！养老院的院子里凭空多了一辆救护车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从车上下来。跟在队伍后面的一个男医生懒散的抬眸扫了我一眼。这不是黑子吗？黑子，好久不见，黑子好帅。黑子这是混成 NPC 了吗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。谁知道黑子是不是隐藏 BOSS？ 医生们用仪器给老人检查身体，我也看不明白，主打就是一个出席。正当我昏昏欲睡的时候，系统再次吵醒了我，发布新任务，帮王大妈拔牙。王大妈患有牙周病，医生要帮王大妈拔牙，作为院长，请协助医生拔牙。提示：本任务为限制性任务，无法成功完成会导致死亡。笑死，给王大妈拔牙费 NPC， 王大妈咬死了3个医生了。那边壮哥接到的任务是给钱大爷剪脚趾甲，我感觉壮哥又要切出脚了，心疼钱大爷，我现在觉得他是个好人啊，不好怪。我走到王大妈的屋子，那个年轻男医生正在消毒器具，轮到黑子拔牙了。如果院长不插手，黑子是不是也能应付？不知道，说不定也被咬死。不要啊，我的黑子大宝贝，我还想看到他。男医生嘴角挂着一丝慵懒的笑意，胸牌上面写着黑子主治医师，他是脑哥的朋友黑子。黑子有预知天赋，他推算到我会进入这个副本，他也预知到我是他出去的唯一希望。我的手心有邪神烙下的烙印，如果不抑制会魔化。脑哥暂时用道具帮我压制住了，他说抑制魔化必须以毒攻毒。作为对脑哥情报的报酬，我答应帮他把黑子带出副本。我掏出巧克力棒，像哄小孩一样哄着不愿意拔牙的王大妈。王大妈，你乖乖拔牙，拔完牙给你吃好吃的。王大妈稍微安静了一点。当黑子把麻药推进去针管，凑近王大妈的时候，王大妈突然变脸。王大妈的脸皮裂开，露出满口尖牙，像极了打针的我女儿，说变脸就变脸。不，我闺女比这可爱多了。黑子额头中间睁开了第3只眼，身形一闪，我看不清她的动作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手术盘中已经多了一颗褐色的黑牙。王大妈似乎被疼痛激怒，尖牙变得更长，直逼前方的黑子。我大喊一声：鸡蛋降价了，王大妈，快去抢啊！王大妈的尖牙缩了回去，脸皮归位，激动地站了起来。鸡蛋在哪儿？她激动地看着我说：打折的鸡蛋在哪儿？我把巧克力棒递给王大妈道：王大妈，您听错了，拔牙拔好了，您看是不是很迅速？王大妈这才不纠结打折的鸡蛋。黑子收拾完拔牙的器具，我跟着他一起下楼。李大妈等老人在大厅刚量完血压，正围着刘二壮唠嗑。李大妈的声音传来：二壮护士啊，刘大妈的闺女和杨大妈的侄女你都看不上吗？那你想要什么样的闺女呀？大妈给你找。其他大妈也七嘴八舌道：咋的了？嫌弃人家闺女年纪大呀？二壮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也是看你个子高能保护小姑娘才给你介绍的。看到我下楼，刘二壮求助的眼神看向我，像极了被亲戚包围的我，
孤单、可怜、无助。大爷大妈对单身男女有执念。二壮大概没想到会在恐怖副本里被介绍对象。李大妈的目光看到了我，似乎受到了启发，对着刘二壮说：“你是不是喜欢院长这样的？”李大妈问我：“院长，你也年纪不小了，你有对象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李大妈说：“你看，你和刘二壮护士一个单位，年纪也差不多，要不要试试？”刘二壮连连摆手：“不，我觉得单着挺好，挺安全的。”哈哈哈哈！壮哥的求生欲。壮哥，我不想和邪神抢人。李大妈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，对我说：“院长，你要不要找一个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”旁边的大爷大妈也很热情，跟我说：“院长，我们这边亲戚有体制内的，也有做生意的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老实一点的，还是活泛一点的？”我指了指旁边的黑子说：“我觉得他就不错。”黑子哪有我家邪神帅？李大妈等老人齐齐看向黑子。李大妈说：“这个小伙子长得确实俊，还是医师呢。院长你眼光不错。”李大妈拉住黑子疯狂安利我：“我们院长认真负责，特别善良，对我们这些老人都特别好。你要不要和我们院长接触接触？”黑子含笑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随后黑子叹了口气：“可是我们一会就要走了，不然领队医师会生气的。”我也惆怅地说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空见面。”院长是在捞我家黑子吗？黑子粉狂喜，这是什么圣母行为？他以为他能救人吗？别搞笑了吧，说不定一起玩完，最后都成了副本 NPC。李大妈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去跟你们领导说，你就留在我们养老院吃个晚饭。”李大妈温和地在领队医师面前露了8只手，领队医师十分赞同黑子留在这里吃饭。吃完晚饭，李大妈等人挤眉弄眼道：“你们出去散散步步吧。”刘二壮跟了上来，我也去。李大妈等人不让他当电灯突炮，拉起他去刷碗了。黑子带我绕到了一条不熟悉的小路上，我看到林子里有人影，我们跟在人影后面，一直走到了宿舍楼后面一幢废弃建筑物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：恭喜触发支线，被拐走的老人。养老院的老人总是隔三差五走丢，今天你终于撞见了有人在运走老人，你跟上去查看情况。提示：该任务兔为隐藏支线，可能有未知风险或者福利，请玩家尽情探索吧。黑子是故意把院长带到这条路的吧？肯定是，我都没见过这条路。之前有个玩家逃命的时候绕了养老院一圈，我也没看到这个建筑物。建筑物里面有灯，我看清楚了那些人，他们穿着白大褂，是白天过来体检的那群医生。他们把昏迷的钱大爷带到了一个简陋的类似于手术室的房间。钱大爷被放在手术床上，金属的手术刀即将碰到他的身子。我刚想上前阻止，钱大爷身下出现了许多触角，无情地碾压这群医生。李大妈走出来说：“这日子一点新意都没有，每周5都会绑钱大爷。”王大妈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说：“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呀，我们选择停止时间，把他困在这个养老院。”李大妈说：“可是他想要院长和二壮护士啊，二壮护士就算了，我想让院长出去。壮哥已经中枪了，我刚刚看壮哥洗碗被虫子咬了。壮哥变异之后有点像变形金刚，还挺酷的。”我走了出来，李大妈有些惊讶道：“院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黑子也从我身后转出来道：“大概我也属于白大褂的一部分吧，这个地方我也能找到，我带他来的。”李大妈不悦地伸出第8只手袭击黑子。王大妈拦住他道：“他也被感染了，不是那些痴迷人体炼金术的黑心医生。”透过废旧建筑的窗子，我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。我的目光扫向房间内部，朝向街道的门。之前我在养老院找了一圈，都没找到出去的门，原来在这里。门上刻着金色的纹路，虽然我不认识刻了什么，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纹路和我右手掌心的烙印是一种文字。这门上的纹路是邪神刻下的。我走到了门前面，李大妈赶紧上前拦住我。王大妈喊道：“院长，这个门可不能开，开了他就出来了。”我问道：“他是什么？”钱大爷露出了恐惧的表情：“不可言状，我就是被他感染了，养老院的老人们都被他感染了。”李大妈是个话痨，唠唠叨叨说了半天他是怎么来的。一个章鱼样子的生物教会了一个医生如何用人体炼金，那个医生召集了一批白大褂，免费给老人提供体检，实际上是打探情况。他们专门找养老院没有亲戚的老人下手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也收到了好处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群医生的炼金方式给了那只章鱼更多的力量。在医生对钱大爷下手的时候，那只章鱼恢复了本来的形态。那群医生全部成了章鱼的祭品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也成为祭品。钱大爷受到污染，随后养老院的所有老人都受到污染。钱大爷等人拼命阻止他，不想让他出养老院污染街坊邻居。可是钱大爷等老人在他眼里可笑而又渺小。李大妈突然声音开始拔高，那个时候一个男人出现了。虽说黑子医师也长得很帅，不过那个男人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，那是男女老少各种生物通吃的帅。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，当时我们养老院里乱七八糟的，他却像走在自家后花园。男人问我们是否愿意付出一切代价阻止他，哪怕以这个样子被圈养在养老院。我们都同意了。
说实话，我觉得那个男人虽然不是人类，不过致命的吸引力吗？我每次看到邪神，只感觉到致命的威胁。王大妈打断了他，一大把年纪，别犯花痴了好不？给年轻人做点正面的榜样。我对大爷大妈说，就是这扇门困住了你们吗？钱大爷淡淡的说，我们心甘情愿，这样那些街坊邻居就能好好活着了。他只能通过各种手段污染新进养老院的人。可是大爷大妈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日子，吃着变质的饭菜。左脚踝传来一阵疼痛，我低头一看，一只蜘蛛从我的脚边爬开，大脑感觉到一阵眩晕，脚踝上出现一层鳞片，鳞片顺着小腿向上生长。李大妈惊呼一声：“院长，你被咬了！”钱大爷赶紧帮院长。钱大爷伸出一只触角，我握住了钱大爷的触角道：“大爷大妈，没关系的。”我解开道具的压制，右手掌心的邪神烙印慢慢显现，一直蔓延到手背。我也不知道感染和烙印混合会怎么样，不过烙印一直蔓延，我会魔化。以毒攻毒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心脏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，我疼到站不住了，坐到了旁边的手术床上。老人们和黑子都紧张地看着我，没人注意到，一个被钱大爷穿透肚子的医生爬到了门边上，伸手推开了刻着金色纹路的门。那个医生笑着说：“一起下地狱吧。”很快，那个医生被钱大爷的触角穿透了脑袋，可是也已经晚了。门打开的那一刹那，他出现了。肉色的大章鱼占据了整个废旧建筑物，伸出几百条章鱼足，每个足上面都长满了眼珠子。第一次看到本体，好恶心！疯狂掉散。论杀人补刀的重要性，他疯狂扭动着身子说：“我杀了害你们的医生和工作人员，你们却恩将仇报，我要惩罚你们。”老人们纷纷露出痛苦的表情。钱大爷的触角穿透自己的肩膀，李大妈的8只手缠绕在一起，王大妈的尖牙咬住自己的胳膊，黑子的第3只眼睛从额头上弹出。刘二壮也找到了这边的废旧建筑物，他浑身被铁片一样的鳞片覆盖，提着一把大刀砍向章鱼族。他转动了一下足上的眼珠子，刘二壮身上的鳞片遮住了他的眼睛和嘴巴，二壮砰然倒下。那些眼珠子让我感觉很不舒服，我的皮肤从头顶开裂，皮肤一直裂到右手手背，一阵剧烈的疼痛，皮肤从手背开始重新生长，金色的纹路缩回掌心，腿上的鳞片也脱落了。是谁打开了我的封印？随着一个男声响起，他似乎顿住了一刹那。衬衫黑裤的男人慢悠悠地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脸上还带着温和的笑意。屋子里的怪物似乎是值得欣赏的收藏品。啊，邪神大大！我发现了，跟着院长走，我就能看到我男神。不，邪神也来了，我觉得院长这场很难出去了。他怒吼道：“你不要插手，和你无关。”男人目光随意地扫过房间里的场景，指着我道：“我只要他，他是我的祭品。”他的眼珠子齐齐转向我，用触角把我包裹住，送向他的头部。他说：“不行，他是我的爱人，我要跟他永远在一起。”什么情况？我记得上个副本院长好像获得了道具爱神之剑，我在上个副本获得了能让所有东西爱上我1分钟的道具爱神之剑。在邪神和他交谈的时候，我把爱神之剑插入了章鱼的足部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爱神之剑启用，倒计时60秒。邪神微微抬起右手，嘴角依旧带着温和的笑意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从来不接受拒绝。”章鱼的触角一条条地断裂，它发出痛苦的哀鸣。我被它仅剩的一条触角紧紧地抱住，它对着我低声说：“爱人，我没法和你融合了。”虽然我并不想和他融合。他贴着我的耳朵说：“我可以挡他一会，你赶紧逃。他只是邪神碎片，你出了这块区域，他就感应不到你了。”他的头部裂开，白色的鱼卵飞溅向邪神的方向。邪神站在原地不动，那些鱼卵仿佛遇到了什么隐形的屏障，纷纷落地。邪神冷笑一声：“低等伎俩。”他的头部被火焰点燃，最后一条触角也被烧成灰烬。邪神再次看向我，抬腿向我走来。地下的章鱼卵突然动了起来，组合成一个8字。邪神停住了，伸出右手，他的力量被震荡反弹回去。邪神看了看地下的章鱼卵，若有所思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他用自爆挡我3个小时。随着他的死亡，屋子里被污染的人都慢慢复原。院长的眼睛怎么回事？血瞳吗？感觉还挺美。求同款美瞳，可能是一种天赋。李大妈突然指着我说：“你的眼睛怎么了？”我的眼睛怎么了吗？我透过窗户玻璃看到了我的眼睛，左眼正常，右眼血红。可是我自己没有任何的感觉。系统的声音响起：“恭喜通关隐藏支线，获得道具时间之钥，道具可以将时间暂停3分钟。提示：该道具为可携带道具，此场副本不用，可以携带到下一个副本。恭喜觉醒天赋血瞳感染，同时被邪神烙印和不可言状感染，你也可以去感染别人了，具体用法请自行探索。”刘二壮刚刚倒在那堆虫卵旁边，爬起来之后看到似笑非笑的邪神，又坐了下去。李大妈看了看邪神，又看了看我，突然一拍巴掌道：“院长，你是不是扎了人家？”我觉得李大妈在某些方面十分强大。
哪怕邪神过不来，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威压。李大妈似乎毫无感觉。邪神对李大妈说，他欺骗了我。我对李大妈说，他想杀我。钱大爷说，你们能不能各退一步？难不成人老了就会在某些方面变得迟钝吗？钱大爷似乎也没感受到邪神的压迫感。黑子和二壮明明都在一边瑟瑟发抖。邪神金色的眸子盯着我道，为什么选择让他爱你？我本来可能会对他用爱神之剑。我和黑子在散步的时候，黑子跟我说，不要对着邪神用爱神之剑。出于对脑哥的信任，我采纳了黑子这个建议。我看了看地下的虫卵说，有的时候低等生物似乎更靠谱。邪神看了看我的右手道，你消不掉的。我说，人类的快乐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走一步算一步，活一天算一天。邪神眯起眼道，你真的很有趣，我们下次再见。邪神转头离开。此时黑子才跟我说，我能预知一部分未来，你对他用了爱神之剑，大概率当不成人类了。我点点头，邪神如果爱上谁，大概率会把谁直接变成和他一样的非人类。副本 BOSS 已死，离开通道开启。我走之前，钱大爷把那个古钱币塞给了我。钱大爷说，你们不是一般人，我这个钱币也不是一般钱币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获得道具古钱币，作用请自行探索。看来确实不是一般古钱币。李大妈说，院长记得看到合适的人就处处啊，年纪不小了。王大妈对我说，囡囡照顾好自己。尾声，直播间，养老院副本结束，小镇回归和平，副本永远关闭。我还想看，我想看邪神，我想看院长，我想看邪神再次遇上院长。游戏大厅，黑子出现的时候，游戏大厅沸腾了。我去，黑子真的回来了，不愧是神算子，太牛逼了。黑子和脑哥的公会我申请了8次，都没能加入。这种顶尖公会，只有大佬能加入。此时，黑子正拉着我的手在给我算命，因为我问他下个副本会遇到邪神吗？黑子看了半天道，非人类的生物，我看不出来。脑哥站在人群后面，对着我们挥了挥手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海王，有2把刷子，勾搭这么多大佬都不翻车。她存活了3个高难副本，我觉得是有2把刷子的。什么刷子？我要是女人，我也去抱脑哥他们大腿。我对这些奇奇怪怪的议论充耳不闻，回去洗澡了。被奇怪的章鱼抱住之后，浑身黏糊糊的。晚上我和刘二壮、脑哥还有黑子吃饭。我和刘二壮整了一瓶白酒，脑哥和黑子目瞪口呆。脑哥和黑子养生，他俩点了一壶龙井。脑哥说喝酒伤脑子，我说没事，二壮没脑子。刘二壮说院长深不可测，没看他喝醉过。黑子靠在椅子上抿了口茶道，太舒服了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喝到西湖龙井。脑哥对我说，你要不要考虑自己建工会？人多力量大。我有些惊讶，我以为脑哥会劝我加入他们工会。黑子说，大工会大而不能倒，在某些事情上触及了我们的底线。我说我考虑吧。二壮喝醉了，捶了一下桌子道，院长，你办工会我肯定加入。可以公开的信息，1算命是黑子进副本前的技能，预知是黑子的觉醒天赋。2黑子的预知其实有时候也不准确。3黑子的预知显示，院长进入养老院副本存活的几率是50%，黑子被救出去的几率和院长存活几率相等。